儿啊，儿啊，儿啊！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啊，这祖宅输了他就输了。俗话说啊，钱财那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你干嘛要杀人呐？老头啊，你疯了！我没杀人，没杀人。那俗话又说了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哎，正好景星也在啊，一会儿我就先出去回避一下，你们俩就在这儿给我圆个房，哎，也好给我赵家留个后啊。我们赵家7代单传的，不能到我这绝了后啊，儿子，这样我怎么对得起我们赵家的列祖列宗啊？儿啊，听见没有啊？我还没死呢，老头。哎呀！赵错，你把那日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你还真想查案啊？嗯，行吧，死马就当活马医。嘿，你可别小看我，贺锦熙可是查案的一把好手。行，那我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你。你仔细想想，你晕倒之前有没有什么异样？那日我到了之后，等了半天，见没有人来，我便想走。可是我走的时候，眼前出现了一顿迷雾。迷雾？对。紧接着，我眼前就出现了幻象，然后一道紫光，我就晕了。紫光？人一般出现幻象，都是在中了毒之后。一定是有人对你下毒，故意引你入局。凶手果然阴毒，是哪个王八羔子要害我儿啊？只可惜那封信不在了。你仔细回忆一下那封信上的字迹，是否有什么端倪？锦心姑娘，白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助你探案。那日你说那么狠的话，我担心你和赵错的安危。谢谢。怎么样，有头绪了吗？没什么头绪。赵错说他那日仿佛出现错觉，面前出现重影，晕过去前眼前出现了一道紫光。所以我怀疑，凶手是用同样的手段迷晕了死者，再伪装成了自杀。可是死者并没有中毒迹象。等等，你刚刚说紫光，我好像想到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还不确定，走，去书房看看。还是在下帮你吧。等，我就快找到了，找到了。Baby， 你就是一颗恒星，我愿只追随着你绕行。缘分的时针不停转动，只停在这一刻。在哪？没错，果然是这个。曼陀罗。曼陀罗性毒，西域人常用腐尸做饲料种植，汁液制成毒后无色无味，中毒者全身无力，产生幻觉，昏迷前会看见紫光。这就是赵错那种症状。赵错中完此毒却没事，证明此毒并不能将人致死。的确如此。这书上还写着，毒素会令人产生幻觉，四肢无力。
但是毒素却会在3日之内随着汗液和尿液自行排出体外，所以很难查验出来。凶手懂得用这种西域奇花制毒，并嫁祸给赵错，一定是早有预谋。现在看来，杨勇和文潇的死并不是自杀这么简单。我们快去停尸间看看。张嘴。去腥臭的。你干嘛？验尸。姑娘，这么吓人的事情，你一个姑娘家，还是……要不我来吧。此毒在活人体内3日便能自行排出，几日后待尸体腐烂，毒素必将深入骨髓。所以眼下我们要验出来只有一个办法：从尸体的关节处取血髓验毒。哎，人呢？你看，找到了。果然，血髓都发黑了。仵作检查尸体时，一旦发现无致命伤或者中毒的迹象，便会匆匆封棺下葬。凶手果然想得周全，只不过他没料到，此毒适时腐尸，毒素会反噬进骨髓。你看，和我们想的一样。3名死者都中了曼陀罗的毒。没错，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凶手先用曼陀罗毒迷晕2人，再杀死他们，伪装成自杀，目的就是为了蒙蔽查案者的双眼，来嫁祸给他人。可这杨勇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跳入河中溺死的，这作何解释？我也没想明白。累了。哎，小心哦！这纸船放到江水里面，就随江水飘走，找不回来了。哦。还要小心，这江水充满暗涌，小心掉下去。哦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江水充满暗涌，小心掉下去。不对不对，上一句。纸船掉到江水里面，可就飘走，找不回来了。就是这个，见回府啦。当当当当！不行，说了得跟你一样高一样大。少奶奶，我求求你告诉你要干嘛呀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哦，对不起。不，老爷，你都叹了20口气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案子不知道破的怎么样了啊？人家都是
英雄救美，丈夫爱妻子。你看，我们家小子他，哎，老爷你放心放心啊，少爷他不会有事儿的。我知道不会有事儿，可是我现在看景星怎么越来越不靠谱了呢？儿媳妇啊，挺会疼人的，可是她破案她行不行啊？你放心，三七，我是说，谁是三七？不管3七21，案子总是要破的，是吧？不是我，所以啊，你就得放心，这。啊，少奶奶她这么聪明，肯定没问题，是吧？不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哎，这就对了。我说姑奶奶，咱不是查案吗？你弄这么丑把我来干嘛呀？做实验。啊！快扔下去！啊！啊什么？快扔嘛！我。走，我们去下游看看。啊！这儿就是打捞起杨勇尸体的地方。这人偶顺着河流漂了多久？差1刻1个时辰。这就奇怪了。当日官兵打捞尸体的时候，花了1个时辰，才在这里发现了杨勇的尸体。按照这水流的速度，尸体应该漂得更远才对。也许是尸体在河水中被礁石阻挡了一下。不可能，这水这么深，可以行船，便不可能有礁石，而且杨勇的尸体上也没有碰撞的痕迹。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第1个证据了。这个能证明什么呀？如果我想的没错，杨勇一早就被铁链拴住，沉入河中。铁链与花船相连，这样才使尸体没有飘远。而从观景船上跳下来的人，绝对不是杨勇本人。那会是谁？找到他，凶手就也找到了。文潇不是自杀，而是他杀。那么想要将他杀死之后再吊上房梁，至少得是一个青壮年男子才能办到的事情。可这范围也太大了，这囚牢最不缺的就是清壮男子。不，秦氏进来之前，这个房间已经证实了无人可以进出，因此形成一个典型的密室。我猜，凶手一定就在这个房间里。待我们进入之后，再混入人群。凶手一定就在我们之中。李我、妓院老鸨、赵错、泪墨儿、梁香松，一共就这些人。梁香松已经死了，琴声响起的时候，泪墨儿在表演，妓院老鸨也在台下呀。白公子，你还记不记得，据春楼的琴师所说，那张琴谱是从南府裁缝铺的老张头手中拿的。据说，老张头3年前帮兰家戏班子做过不少戏服。据琴师所说，那3位死者都跟当年的兰家灭门案脱不了干系。我想，我们必须要去拜访一下那位老张头了。这位公子小姐，咱们店里啊，这衣料齐全，款式新颖。老张头，我们不做衣服，就是想问问，这份乐谱是不是从你这拿的？
二位是要问3年前兰家的事儿吧？您怎么知道？这几天兰家冤魂索命，3位公子哥被杀的事儿，那闹得沸沸扬扬，我就知道，迟早有人来找我问这事。那3年前兰家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只知道兰家全家命丧火海，其他的完全不知道。那兰家就真的一个人都没有活下来吗？其实是有的。真的？当年兰班主、他夫人还有他小女儿命丧火海，可他徒弟活了下来。他叫兰慕言，说是徒弟，其实算是他家的养子，因为兰家夫妇对他太好了。那这个兰慕言现在在哪儿？还在南府吗？不知道。兰家出事后，他来找过我一次。当时他灰头土脸，一看就从火堆里爬出来的，问什么都不说。他向我讨了些钱，我看他可怜，就给了他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去了哪里？不知道，后来再也没见过他。那这兰慕言在兰家的时候会登台唱戏吗？唱啊，他从小就唱旦角，还常常和兰慕蝶同台唱一出戏呢。那兰慕蝶和兰慕言关系如何？看兰班主那意思啊，对他那么好，8成是要收他做入赘女婿。原来如此。按照张老头说的，这兰慕言如果还活着的话，只有找到他，才能得知当年的真相。可这人海茫茫，去哪儿找他呢？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那个白老爷要将少爷问斩了。赵错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没杀人，还在嘴硬。硬你个头！你个死老头！平时骂我爹是狗官，你才是狗官！你好，现在我宣判，赵错杀害3人罪名成立，即刻问斩。我没杀人。大哥哥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让开！白老爷，你言而无信，你答应过我的。赵错罪名属实，我何许你同意？斩！族长，我知道凶手是谁。启禀2位太府令大人，此案已破，真正的凶手就在这个房间里。荒谬！那你倒是说说，这里谁是凶手？就是他，泪墨儿。啊！这位姑娘还请不要乱说，奴家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何杀得了3位公子呢？你当然杀得了，不过要制造出这么高明的犯罪现场，确实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办得到的。其实如果没有你嫁祸给赵错这件事情，可能我永远也无法明白，你到底是怎么完成这几起杀人案件，又是如何制造出如此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的。直到赵错跟我说了他中毒昏迷的症状之后，我才有了一些头绪。那错儿中的什么毒啊？曼陀罗。此毒无色无味，没有残留，直到尸体腐烂后才开始有痕迹。
寻常仵作根本发现不了。这也是这2起案件都被认为是自杀案的原因。我在杨勇和文潇的骨头中发现了曼陀罗花的残留，再经过一番调查，终于明白了雷穆尔是怎么完成这几起案件的。首先，他知道秦氏偷听了杨勇3人的谈话，想利用他讹诈杨勇3人，于是将计就计。接下来就是重点了，雷穆尔能够完成这些杀人案件，并且制造出如此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说明凶手不止你一个人，他还有一个帮手。这个帮手不但可以帮他杀人，还能代替他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在杨勇那起案件中，雷穆尔先设计引诱杨勇进入花船中，雷穆尔的同伙事先隐匿在一旁，等杨勇现身后，便用曼陀罗毒粉将其迷晕，然后脱下了杨勇的衣服。为了将杨勇伪装成自杀的假象，他们溺死杨勇后，先用铁链将杨勇的尸体固定在船底，以免尸体提前浮出水面。随后，假雷穆尔在花船上演奏起君住长江尾，制造雷穆尔的不在场证明。真雷穆尔听到琴声信号后，便穿着杨勇的衣服进入围观百姓的视线，并伪装成被琴声控制的假象跳入河中。随后，雷穆尔再悄悄潜回花船，放开杨勇的尸体。尸体浮出水面后，随江水飘走，让众人以为杨勇就是跳河自杀。就这样，雷穆尔完成了杨勇的自杀现场，也为自己制造了最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杨勇的尸体也跟真正溺水而死的人一模一样，只不过你忘了水流的速度。经过我的实验，按照杨勇跳江的时间，他的尸体应该在栈道更西侧的地方被发现，只不过你忽略了杨勇被困在花船底下挣扎而死，还有你自己解锁链的时间，也就缩短了尸体被江水冲走的距离。我记得第2个案子，雷默是最后一个进入的房间，当时房间里只有雷默一个人，也没有第2个人呢。其实雷穆尔当晚根本就没有上台表演，他一直就待在这个房间里。什么？我说的对吗，雷穆尔姑娘？是，我事先偷听到了秦氏与文潇的对话，便事先躲在了房间之中。秦氏为了勒索文潇，约了他在包厢中会面，于是我便在包厢的酒壶中放入了曼陀罗的粉末。我事先找人拖住了秦氏，所以必定是文潇先进入房中。接着，我躲在包厢的内室中，等待文潇的出现。文潇嗜酒如命，得知自己要被勒索后，心情烦闷，必定会喝下我备好的毒酒。装成上吊自杀，然后开始弹奏君住长江尾，制造琴声杀人的假象，同时吸引你们的注意。是君住长江尾，楼上包间。当你们上楼之后，我便躲藏在门边。你们进门后，肯定会被尸体吸引，忽略我的存在，而我也就在这个时候悄悄地混入人群，假装被吓晕。雷穆尔，我想那个时候在舞台上表演的也是雷穆尔的替身，他趁着众人慌乱悄悄离开，让大家以为舞台上演奏的就是真正的雷穆尔。随后在众人问询的时候，他故意透露出情尸的线索，引众人前去，
他才有机会杀掉第3个人梁香松，并以此嫁祸给赵错。可是雷莫尔一个弱女子，如何扛得动成年男子这么重的体重？不，雷莫尔并非是女子，而是男儿身。你说我说的对吗？蓝慕言。蓝慕言，四福系班班主的养子蓝慕言。正是。我那日从南府裁缝铺老张头那里打听到，当日四福系班一家4口并非全部死亡，蓝慕言活了下来。而且蓝慕言从小学的就是旦角，身段腔调都很像女子，这才让我怀疑到他头上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清楚。没错，我就是蓝慕言。杨勇、文潇、梁香松，都是我杀的，他们3个人死不足惜。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了，就把我带走吧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不行，你还没有交代你的同伙，凭你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这么多杀人案件。这些事情都是我策划的，都是我实施的。那个人只不过被我利用，早就被我杀了。恐怕未必吧。当日我和白公子来询问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奇怪了。明明这个地上如此空旷，又没有摆放什么重物，为何会有日积月累留下的擦痕？我想，这个柜子后面一定是一道暗房，是用来藏人的吧？你千万不要胡说，房间就这么大，哪来的暗房？你当年在四福戏班是蓝慕蝶的替补，他上不了的戏就由你来上。如今四福戏班被灭门，你又制造出如此惊人的复仇案，我相信蓝慕蝶绝对不会缺席。胡说！阿蝶他早就死了。阿言，别说了，都告诉他们吧。我就是蓝慕蝶，也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第2个凶手。什么？你就是蓝慕蝶？戴着面纱干什么？杀了他！蒙着面纱，只是害怕吓着大家。如今，我和阿言大仇已报，对接下来的刑罚已经毫无怨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杀掉他们3个？难道当年的四福戏班灭门案真的是他们做的吗？这件事对阿蝶来说是太过沉重的回忆，就由我来说吧。哎，蓝梦洁少爷，蓝梦洁少爷，蓝梦洁。
自从我们四福戏班首场演出之后，便大红大紫，阿爹也备受追捧，不可避免的引来了那些无耻之徒。公子，您的菜。哎，小二，蓝梦蝶呢？你现在去把蓝梦蝶给我叫过来。对不起，公子，我们家小姐只唱戏不见客的。什么狗屁，只唱戏不见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南府杨将军的儿子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让你们戏班一天都唱不下去。公子，真对不住公子，您看这。阿福，你先出去吧，这里我来。可是小姐，没事，先出去。是。这不来了吗？我就说了，你蓝梦蝶，只要乖乖的听小爷的话，我保证你们四福戏班在南府那是顺风顺水。各位公子，今日四福戏班的戏已经唱完了。小女子在这里敬诸位一杯，算是赔礼了。你得陪我们喝到开心为止。来，喝酒，喝！公子，请您放尊重点，公子。放尊重点儿，我让你知道知道，什么叫尊重。快走，走。等等，干嘛？做皇上用，你停着干嘛？不行，万一蓝梦蝶醒过来报官怎么办？要是让我爹知道了，我干出这种事情，非打死我不可的。我爹要是知道，也不会放过我的。说话呀，怎么办？现在？一不做二不休，把这月满楼给烧了。人死了，就什么都不能说了。走。大舅，阿爹，阿爹，阿爹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好痛。没事，我现在就领你出去。
就这样，我和阿蝶侥幸活了下来。但是那3个混蛋，他们不仅夺走了阿蝶的清白，还放火杀了我的养父养母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发誓，此仇必报。既然你们都活着出来，为何不报官呢？报官？谁不知道杨勇是他杨将军的儿子？想必大家都知道杨将军在南府的权势吧？像我们这样的百姓，又怎么打得赢这场官司？大仇已报，我已无憾，就算是死，也值了。曼陀罗花生长在西域，非凡人能得到。你们是怎么得到的？这件事你不要再问了，与你无异。那赵错呢？赵错对你有情有义，你为何要害他？小仙，神秘人，神秘人。赵公子，案子破了，你清白了，可以走了。贺锦欣这丫头看上去是蠢蠢笨笨的，案子破得还挺快。哼，唉。恭喜杀人出狱！你干嘛呀？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坐过牢是不是？收起来！少爷，我想死你了！你这次一定要好好感谢少夫人，要不是她，我都以为我见不到你了，少爷。行了，他人呢？就在那等您呢。